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3月3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周复盘和盘前分析。还是要提醒大家把订阅先点好，以便后续观看我的内容。特斯拉和苹果公司精准预判抄底位置，纳指还得看巨头们的表现。上周纳指直接破防。科技股血流成河，三大暴击原因直接拉崩市场。那第一呢，特朗普政策3连击，加息预期升温，加征科技关税传闻，贸易战2.0剧本流出，资金疯狂出逃避险。那第二呢 ，DeepSeek 横空出世，单挑英伟达霸主地位，板块估值集体承压。第三方面呢，恐慌指数上周涨了18%，期权市场的看跌合约成交量暴增2倍。我们还是来一起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呢，分这4个方面。第一呢，我们要去看一下纳指走空剧本已安排。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要去看一下英伟达，其实它的反弹呢并不是很积极。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去看一下苹果公司，既然精准抄底了，我们看一下它反攻那个位置。第四呢，就是看一下特斯拉抄底，我们已经完成了目标。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去看的就是它反弹能到什么位置。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那么这张图表呢，就是日线走势图了。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图表上面呢是有2根 Lucy 画的横线，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上个星期五呢，纳指是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弹，这个位置呢 ，Lucy 此前已经给大家预判到了，它的走势就是这样的一个图形。我们现在看啊，纳指现在已经回到了18800点的一个上方，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位置只露了一个小头。那么我们评价它是强是弱呢？我们要去怎么看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一根大阴线啊，它分为它的开盘价。它的收盘价还有一个它1/2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肉眼可见的呢是纳指它的一个反弹的力度刚好到1/2这里，所以说这里呢我们先暂且看它是一个技术性反弹。此前 Lucy 说呢，因为它从上面2万多点跌下来的一个空间呢，直接杀到18000点，中间呢出现过一次十字星，但是呢并不能阻碍它的一个下跌，所以说这个位置呢其实呢是有黑天鹅事件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大家要想一想，它真的不是因为科技股的一些估值的泡沫吗？所以说其实呢下跌是有共振的，那么它的一个下跌呢，如果说出现在单日的话，跌幅太大了，所以说啊，周五这个修复的一根阳线呢，就给了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还是在 Lucy 的一个预判范围之内。当然，整体纳指 Lucy 还是维持原来的一个看法，就是走熊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它下跌，它不是一直这样跌下来的，它一定啊，它向下的一个走势呢，一定是下跌反抽，下跌反抽下跌这样的走势。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特斯拉呀，还有谷歌呀，他们的一个走势就是这种的。现在目前为止，纳指它只是一个反抽，它反抽的高度呢 ，Lucy 认为在这个位置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它向下的空间呢 ，Lucy 此前也给到了，就是在18000点这个位置。所以它的一个走势呢，本周啊 ，Lucy 大胆预判啊，小心求证，这里这样走的啊，本周有可能啊，在这个位置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如果说上个星期五啊，有朋友在这里抄底的话，你就要注意它的一个平台位置的压力了。那么19000点呢，我认为是一个极限了。如果说是短线的朋友，你这个位置呢就要去啊稍微减一减仓，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况了。那么这个就是纳指 Lucy 的一个预判。那么如果说向下的话啊，从技术上我们来去看，且不说本周有什么事件去影响它，就是从事件上来看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周是有资金出逃避险的，也就是说回流的资金呢显然不如流出去的多。在这个过程呢，它有可能继续向下啊，在18000点这个位置或许是一个支撑位，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留意它的一个反抽呢，去做好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MACD 啊，红柱是有缩短的，但是很正常，因为呢我们出现了一个回到21位的一个阳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这个反弹，自然而然的红柱就会缩短。我们要去看的就是红柱是否继续缩短。如果说它这个位置红柱呢还是加速啊差不多的情况下的话，那
有可能就要走出 Lucy 说的下降的一个走势了，就是看它到18000点到底是如何下来的。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要用左侧思维来做了这里 Lucy 提到了左侧思维，也看一下上一条视频 Lucy 是有之前画过这个图形的目前为止呢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走的，这个是上周的所以说其实我们从技术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纳指它的一个动作，那么这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巨头们的走势。首先呢，我们要分析一下英伟达。那么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日线的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近期英伟达呢，它其实走出了一个下跌反抽，然后再继续回调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宽幅震荡，而且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这里呢最低点是113，那么最高点是142，其实会有20%的一个区间震荡。所以在这个区间呢，我们先把它当做一个巨型的一个震荡。此前 Lucy 有讲过，巨型的话它的一个空间呢是在20%左右。首先 Lucy 上周已然预判这个位置呢是它的一个支撑，为什么呢？我们来仔细的解剖一下如果说我们此前是一个预判的话，那么我们的参考呢指标就是这一根 K 线。学过 Lucy 内部课程的朋友们呢，其实Lucy 有讲过这个位置，上周已然分析过，英伟达它的一个反弹就是在它的一个低位，这个位置精准的上周真的是上周五精准的打到116.7块。所以呢，我们的参考标准是不变的，还是以这一根为参考。其实 Lucy 之前也说过了英伟达因为这一波反弹的一个拉升其实没有什么成交量，所以说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呢，因为它的一个财报没有太多，你看没有这个位置的增量，其实 DeepSeek 对它的一个影响呢是存在的。这一波如何涨回来，对吧？其实呢量没有增大，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还是认为它是一个弱势反弹。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去精准的有听了咱们视频的朋友有在这里精准的抄底的话，那恭喜您了。但是呢它的反弹就相对来说较弱。我们刚刚判断说纳指它的强势是因为这一根阴线回到了1/2的位置呢，纳指相对来说还强一些。但是我们看英伟达呀，它的价位还没到这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不能说它是这个强势反弹，这个位置呢不是强就是弱。那么在这个过程如果弱的话，其实116这个位置也是短期的一个难以支撑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做了反弹的小伙伴呢，你要注意这个位置的一个变化。如果说它还能强势上涨的话，我们去看这一根阴线的一个压力，也就是135的位置。如果说它连这个135都够不到的话，那就不要去谈它能突破这一波了。那我们就先看英伟达的一个弱势反弹。Lucy 对英伟达的一个判断，当然呢这个里面呢有用到 Lucy 的一个模型去判断。那么 Lucy 这里也介绍一下那么 Lucy 有自己的一套分析模型来给大家讲解。如果说你喜欢 Lucy 的技术分析的朋友们，可以给 Lucy 点个订阅，成为订阅粉丝。那么宠粉福利当然少不了 Lucy 会给大家准备的小礼物送给大家，是精心整理过的独家的3金共振战法，那么可以帮助大家和 Lucy 一起从股票走势上发现美股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变化。本周 Lucy 团队的老师呢还准备了内部的直播教学课程，想要技术分析更进一步的同学呢，你也可以报名参加。报名的方式是什么呢？在视频下方呢有一个评论区置顶留言这个链接里面点这个链接，你去加上助教老师的方式，不是在这条下面去回复信息你给助教老师回复礼物2个字，就可以领到 Lucy 的独家的指标设置了。因为这个设置呢比那些指标提前能发现市场的一个机会，所以说这个就是 Lucy 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礼物。看视频的粉丝朋友们呢都觉得 Lucy 不论是在股价的一个预判，还是在期权策略的一个应对都是非常精准的。那我们再来去看一下苹果公司，因为 Lucy 对苹果公司的分析已经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地步。那么这张图表呢就是苹果公司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苹果这一天一个长长的下影线然后出现了一个强势拉升，那等于说它那一天股价其实从230块一直拉到240，所以说其实这个振幅和涨幅是很大的。那么 Lucy 此前有给大家提示过，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是看它向下继续
去这个下跌的。那么 Lucy 在这里拆解一下这一根 K 线的一个构成，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来源于这一根 K 线的一个防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呢 Lucy 此前说过，这一根 K 线呢是我们第一波参与的这根 K 线，也做到了这一波的一个拉升，而且呢我们高点也精准预判啊，在这个位置已然出货。那么它既然股价回调了在这个过程中，那我们就要知道它在哪里去反弹。首先 Lucy 已经给内部的朋友内部的学员讲过，在这个位置就是苹果的一个抄底的位置。当时说的90%的一个肯定，不说100%吧，90%一个确定的一个回答。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抄底的一个机会。当然呢，我们说看这个分时，这是一个盘前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在这个区间你在哪一个位置，不是买在232这个位置，就是在它的一个区间235，但是我们这个区间的一个判断是非常精准的。所以说苹果公司它这一波振幅还是蛮大的这波振幅还是蛮大的。如果说你在当天抄底的话，你的反弹力度也有10%左右所以说我们对 K 线的一个了解和预判准确度惊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有细心的小伙伴说 Lucy 你的 MACD 出现了红色的柱子，但是我们之前有讲过，在这个过程因为它已经在水上了，两个快线和慢线在零轴的一个上方了。那也就是说Lucy 的 MACD 呢是比大家看到的要快一些。在这个位置如果出现一个将死不死的话，它还是会延续这个方式向上。所以说我们就看准了，现在方向是向上的，这个毋庸置疑。那么我们就要看准了它前一个高点这个缺口它能不能过去，还是246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就要去等待它的一个反弹。如果说你已经做了这个差价小伙伴呢，你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去看 Lucy 告诉你怎么做。首先它现在收盘价是在这儿，如果说它高开在它这个位置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继续。因为这个库克呢有提到说6月份苹果公司有可能推出一个王炸的一个套餐，这个消息呢是引爆它一个拉升在这个过程中呢是给了这个一个公司价格的一个期望值。那么从 K 线上反映呢，就是它还会继续这样的一个拉升。那么这个就是苹果公司。那么 Lucy 呢在这里预判如果说它不能这个上涨出阳线，就是绿色的超过246的话，我们在这个位置减仓也做了一波反弹。好，这个是 Lucy 给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提示246，这个就是苹果公司的一个操作。那么目前为止呢，苹果公司在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它在这一段的一个过程中，其实成交量没有特别明显的放大，也就是说目前为止现在都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那么市场的话还是根据一个消息来左右的，所以我们只要它没有大跌我们就去做它的一个区间波段就好了。那么这一波波段的话 Lucy 也说了从230到247这个空间呢也不小。那么这个就是苹果公司的走势图。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走势图特斯拉现在非常的经典这里呢是特斯拉日线的走势图，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呢特斯拉 Lucy 截取了我们的这个均线、快线中线还有慢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趋势呢，现在特斯拉是一个空头的一个趋势。那么空头的话，我们就以反弹做反弹为主。此前呢 Lucy 在这个位置已经预判到了它第一波但是呢这个高点我们并没有认为它如此的弱。但是呢现在看来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那好，接下来这一波呢我们也是这个位置跌破做出了一个保护第一呢我们是把这个仓位已经这里进的仓位已经出掉了，也等于说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回撤。当然呢在这一天我们是做了一个期权的一个 buy put 的一个对冲。当然我们对冲完之后呢，它的一个趋势呢是向下的，这两根我们没有做，因为什么？ Lucy 认为这两根其实它就不应该存在不应该存在。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说之前了，我们现在就说在这一根防守呢 Lucy 也是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内部课程有给大家讲，就是这个位置，而且它很精准的达到什么
一样的啊，这条线画过来275啊，这个位置已经精准的抄底了，而且我们的内部会员朋友们呢都是在这里抄底的啊，一分不差。所以说Lucy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预判我们说特斯拉第一个反弹目标位我们已经参与了，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它到底能反弹到什么位置，对吧？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我们既然参与了就要去拿它的标准去做这个参考。此前通过成交量呢，看到其实呢这几天一直是有资金在来参与的。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筹码峰这个位置是一直有资金来的，这两个地方加在一起就能佐证这个位置抄底它是很稳当的，是得到了市场的一个共识，这个是抄底。那么我们就要去预测了，它到这个位置反弹到哪一个位置？那么通过Lucy 的一个测算呢，它上面的这个点到下面的这个点，我们去画一个黄金分割黄金分割。Lucy 没有画，但是呢测出了一个位置，给大家说一下，那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黄金分割测反弹我们去看什么？我们要去看61.8%的位置，此前 Lucy 有讲过，这里就不赘述了。如果说没有学到的朋友，你可以去 Lucy 之前的技术视频去找黄金分割61.8%，那么也就是此前它在这个反弹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价位是反弹到320，这个具体应该是330左右330，第一个目标价位330。所以说在这个过程，我们的一个进出是有理有据的这里呢 Lucy 给到大家一个策略，所以此前的一个判断就是为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来打基础。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反弹只看反弹。那么这就是特斯拉的一个判断。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的反弹 Lucy 给到一个比较激进的一个策略。如果说你看懂了我们可以去用 buy call 可以去用 buy call 这里是 Lucy 给这个看咱们粉丝朋友一个小小的提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特斯拉的一个分析。一句话总结就是：恐慌的时候遍地是黄金，但是别空手接飞刀。本周呢紧盯3个大事件：第一，英伟达 GTC 能否炸场；第二，特斯拉机器人能否续命；第三，特朗普关税靴子是否落地？你们觉得这波暴跌是机会还是陷阱？评论区押宝。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明天见喽，拜拜。